嗨，大家好，我是教徒。這段畫面是我使用 Windows X Lite Ottoman 11在同樣 1080p 相同硬體條件下跟一般 Win 11的對比，可以發現記憶體占用明顯減少，幀數也有所提升。那它會是硬體零件飆漲的現在我們身邊老電腦的救星嗎？今天這部影片我會把 Ottoman 實測差異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獲得的效能提升，全部跟大家講清楚，試試看能不能在硬體零件越來越貴的現在，不換零件將陪伴我們多年的老電腦再提升一點效能出來。其實有不少玩家與社群認為現在的 Windows 11體積越來越大，執行的背景程式越來越多，拖累電腦效能。如果我們把一些與遊戲無關的背景程式給精簡掉，是否可以讓遊戲體驗獲得提升呢？抱持這種想法，相當多大神製作各種精簡版的作業系統，而這次我要體驗的就是由 Windows 11下去精簡的系統 Windows X Lite， 使用的是 Ottoman 11版本。雖然有更精簡的 Micro 版，但 Ottoman 11保留較多的系統元件，比較不會遇到問題。安裝方式也跟一般的 Windows 差不多，適合我這種新手小白。不過這邊要注意一下，這類非官方修改的系統仍然存在一點安全疑慮，網絡上也有相當多人提醒要小心，不要隨便輸入重要資料。Ottoman 11更無法保證接受官方的最新安全與功能更新。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總之，使用上必須考慮相關風險，盡量避免重要資料輸入。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系統元件缺少，精簡版系統有時候移除太多重要元件，導致一些驅動或者軟體沒辦法正常安裝或者運作。這次我也遇到幾個問題，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接下來我們來安裝 Ottoman 11，在安裝上建議使用外接 SSD 盒，把它變成外接的獨立遊戲系統。畢竟外接可以隨時拔除，雖然還是有潛在的安全疑慮，但至少降低對主系統造成影響的幾率。這次外接硬碟我是只用金百達的 KP270 1TB SSD， 採用海力士的 TLC 顆粒，搭配 1GB 的獨立快取。作為測試平台，我認為它的穩定性是足夠的，也跟我原生 Win11 使用的 SSD 有相同的容量跟 1GB 的獨立快取，讓這次測試有個公平的對照。安裝上 Ottoman 11一開始新增了是否要安裝微軟官方防毒軟體的選擇，這邊建議選擇安裝。剩下流程大致與原版的 Windows 相同，但少了賬號登錄與 PIN 碼設定這些強制步驟，我想很多人應該會喜歡。安裝完成之後，你就能獲得一個精簡過的 Windows 系統。不過就像剛剛說的，精簡的系統有時候會移除一些重要元件，我就遇到缺少 C++ 套件，導致主機板沒辦法安裝驅動。列到微軟官網下載，分別要選擇 X86 跟 X64 的版本，缺一不可。相關網址我會放在資訊欄，有需要的歡迎自行取用。另外 Ottoman 11還有中文亂碼問題，要開啟命令提示字元，輸入下面這2串才可以解決。好，現在微星小飛機顯示都正常了。那問題解決後，先不要急着開遊戲，我們來看一下待機狀態的記憶體占用。相比原版的占用 ，Ottoman 待機只有 4GB， 相比原版差距 3GB 左右。那精簡版的 Windows 幀數會比較高嗎？這邊的 CS2 Benchmark 跑分馬上告訴我們一件事。顯卡不夠力的話，還是有困難的。說真的，我也想看到奇蹟，但顯卡遇到瓶頸的話 ，1080p 最高畫質幀數其實跟原版的 Windows 沒什麼差別。不過有一個好消息，記憶體占用確實大幅的降低，從將近 15GB 的占用降低到接近 10GB， 對記憶體不夠的玩家確實相當友善。那為了測試精簡版跟一般系統是否有差異，加上 FPS 玩家平常玩遊戲也不會把特效開到這麼高，這邊把特效改開中，降低 GPU 瓶頸的影響。這次也會使用7700跟 9800X3D 來做相關的對比測試，看看 CPU 等級不同會有哪些差異。在 CS2 1080p 下，即使是原版的 Windows 11 9800X3D 幀數依舊以絕對的實力贏過 Ottoman 11下的7700。看來 Windows X Lite 也不是什麼萬靈丹，沒辦法實現越級打怪。CPU 的效能依然決定你的遊戲體驗。不過同級 CPU 對比，兩邊 Ottoman 11下的表現，記憶體占用都有明顯的降低，分別從16、17GB 降低到10跟12GB 附近。我覺得相當不錯，因為好幾年前的記憶體主流配置大概在 16GB。這下玩遊戲邊上網查攻略，老電腦也不怕記憶體不夠用。然後遊戲中1%肉幀也有小幅的提升，9800X3D 1%肉甚至來到380 FPS， 簡直太誇張了。但一般幀數卻比原版的 Windows 11更低。
為什麼會導致這樣？其實我現在也不太清楚，但 CS2 確實有這個狀況發生。在 The Final 部分，也是為了避免顯卡瓶頸，這邊畫質選擇開中，機體從原本的16、18GB 降低到奧特曼11的12、13GB 附近，幀數也有一點提升，尤其是100落幀提升10幀左右。使用奧特曼11確實能對 FPS 遊戲提升不少穩定度，對槍更有優勢。再來測試一下 3A 遊戲，測試方式會跟競技遊戲不一樣，因為玩 3A 遊戲的人通常會比較在意畫質，所以這邊就不會為了測出差異刻意調低畫質。那劍心 1080p 特效開最高 ，DLSS 品質模式下，奧特曼11機體占用從原版 Windows 11下的 24GB 降低到了 18GB 上下。雖然我使用 64GB 的機體來做對比，看不太出來機體對幀數的影響，但對 16GB 的玩家來說，我相信這降低幅度能讓遊戲有更高的幀數。即使機體容量足夠，奧特曼11下顯卡也有更高的使用率，幀數有將近10幀左右的提升，減少系統背景程式占用，確實能對遊戲有正面的影響。燕雲16聲部分 1080p 極致畫質不開光追，可以看到奧特曼11記憶體占用依然比原版 Windows 11低上了不少，但比較有趣的是，這邊因為遇到了顯卡瓶頸，導致幀數並沒有明顯差別。代表說，如果記憶體足夠，想要用精簡版系統獲得幀數提升，顯卡必須要有足夠的效能，不然即使使用了奧特曼11，幀數依然不會有差別。這對高畫質、高解析度有追求的玩家來說，記憶體足夠的情況下，想要使用奧特曼11提升幀數，提升幅度得看顯卡是否還有多餘的效能可以壓榨。再來換到 2K 場景 ，CS2 特效開中，這時候奧特曼11機體占用大概在10、11GB 附近，也是沒有超過16GB。7700部分相比原版 Windows 11，奧特曼11下的顯卡占用也確實較高了一點，1%落幀也有明顯的差異。不過9800 X3D 則是遇到顯卡瓶頸，1%落幀相比 Win 11下的奧特曼11差距就沒有這麼多。The Final 2K 部分畫質開中。奧特曼11機體占用維持在 12GB 附近，跟原版 Windows 11差異依舊明顯。幀數部分也是奧特曼11稍微高了一點。再來劍心 2K 畫質下開啟 DLSS 平衡，機體占用依舊是奧特曼11比較少一點。幀數部分的話，7700因為 CPU 效能的關係，原版 Windows 11下的顯卡使用率不是很高，所以奧特曼11幀數可以有不少的提升。9800 X3D 效能比較足夠，原版 Windows 11下的顯卡使用率接近滿載，所以幀數差距就不大了。雖然還是有些微的提升，但提升幅度沒有7700這麼明顯。再來 2K 的燕雲16聲也是特效開啟極致不開光追。機體部分奧特曼11下仍然表現不錯，機體占用可以壓在16、17GB 附近。幀數部分因為顯卡瓶頸的關係，所以不管是原版的 Windows 11還是奧特曼11，幾乎都沒有幀數上的差別。在 4K 部分，我想大家多少都能猜到接下來可能遇到的情況。是的，在機體部分，奧特曼11仍然有較低占用的優勢，但幀數表現上，不管是 CS2、The Final、劍心、燕雲16聲，因為顯卡瓶頸的關係，幀數差異其實沒有很大。另外 AMD 顯卡部分，因為擔心奧特曼11少了太多的元件，會影響 AMD 顯卡的驅動安裝。我這邊也稍微試一下，好消息是可以正常安裝沒有問題，壞消息是 AMD 顯卡驅動即使在 X-Lite 依舊有開啟不了 FSR 的問題，還是我們那個熟悉的 AMD。幀數方面的話， CS2 開中畫質在 1080p 底下，奧特曼11的 9060XT 幀數表現也是比原版的 Win 11還要好。實際測完 Windows X Lite 奧特曼後，我的結論其實很簡單，它確實有效，尤其是在機體占用這件事上，奧特曼11表現相當不錯，相信可以讓很多機體不過老電腦再戰個幾年，度過這次 AI 漲價潮。但如果是追求極簡 FPS 或者想要高解析度遊玩 3A 遊戲，得確認顯卡是否有足夠的效能，否則幀數提升恐怕還是有限。另外，即使幀數提升，相同硬體下頂多提升10到20幀。現階段來說 ，X-Lite 確實比較適合舊電腦、機體吃緊的玩家當做過渡方案，撐過這段時期。但對遊戲體驗有追求，還是得等未來零件價格回到合理的區間，再進行升級會是比較好的選擇。希望這部影片能提供給大家一個是否該使用 Windows X-Lite 奧特曼的參考，也希望這次 AI 風波能盡快過去，讓零件價格回歸正常。我是教徒，我們下次見，拜拜。